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在马来西亚国会进行恶毒的都市更新法案。这个课题呢，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啊，因为它不仅牵涉屋子要不要被重建，还牵涉到我们的居住权、财产权，甚至社区的存续。这部影片呢会分成3个部分，包括法案的背景、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以及在政治上朝野两党呢对这个法案的博弈。先说我的立场啊，我是反对这个法案的。理由是呢，我会在最后和大家解释。背景与政策目标。开始前，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法案的背景哦。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很多住宅区呢，都是几十年前建造起来的，像是早期的人民主屋啊、廉价公寓啊，这些建筑呢，现在普遍面对结构老化、电线水管失修，甚至有些楼呢，已经被工程师判定为不安全了呀。按照现行的法律，要重建这些旧区，必须要100%业主的同意。大家想象一下，一栋楼有几百个单位哦，只要有1-2个人不同意呢，整个计划就会被卡住。这几十年来，也导致很多破旧的社区无法更新。所以呢，政府才会提出这一部都市更新法案。住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啊，马来西亚需要一部新的法律来推动都市更新。法律的目标是让老区能够重新发展，不只是换新楼，而是要改善市容，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也符合永续发展的方向。法案的主要内容。那么这部法案的内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涵盖从规划、业主同意、发展商选定、居民的补偿安置，一直到纠纷调解的机制。核心的改变呢是同意的门槛哦。如果楼龄超过30年，需要75%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推倒重建。楼龄30年以下的呢，则是80%。如果是废弃或被判定不安全的建筑，甚至只要51%的同意呢，就能够重建。这跟以往要100%一致相比呢，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同时，州政府或者是联邦直辖区的部长呢，有权把某些地区划定为都市翻新区。一旦被划定，24个月内必须委任发展商来执行。而且，如果剩下的少数业主不同意的话，政府可以动用土地征用法来强制收购。这部分呢，就成为最大的争议点之一。当然，法案里面呢也有保障居民的条文，发展商必须够提供不低于原有条件的新单位，让原居民可以选择回迁。法令还设有都市更新调解委员会，成员呢包括律师啊、规划师、学者，来监督整个过程是否公平透明。利益关系人的立场。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对发展商来说，这个法案是利好消息，因为门槛降低了，他们更容易推动重建，能够把旧的低密度主屋呢变成高密度的新公寓，多卖上1000个新单位啊，利润空间很大。当然，发展商呢也要承担给居民的补偿和安置的责任。对居民来说，心情就比较复杂了。一方面呢，住在又旧又破的主屋，确实希望能够换一间新的、更安全的屋子。但另一方面呢，他们担心被逼搬迁哦，补偿不够，或者新屋的管理费太高，负担不起。有些居民还说啊，发展商上门游说，导致社区呢分裂啊，一部分人想搬走，一部分人呢坚持留下，搞到邻居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紧张。地方和州政府也有意见，因为土地和城市发展规划呢是州政府的权限，但是现在法案赋予联邦部长更大的权力，尤其是在直辖区啊，可能会被认为是中央集权，侵犯了州的自治权。国盟执政的吉兰丹、登嘉楼、吉打、玻璃市4个州呢就联合反对，认为这部法案是联邦越权。大多数的居民团体呢觉得同意门槛太低，尤其是51%这个数字，他们认为是等于强迫剩下的居民交出产权，违反宪法对于私有财产的保障。第二，补偿细节的不清楚啊，搬迁费用、过渡安置怎么处理呢，都没有明确的保障。第三，重建以后生活成本可能大幅上升，例如新公寓管理费呢更高，原本低收入的住户可能根本住不起。还有啊，很多老社区呢是有凝聚力的，一旦被逼分散，社会网络呢也就被拆散了。
这些居民团体甚至在国会二读前集体抗议游行，希望暂缓通过。专家学者的看法就比较分歧，有些城市规划师认为这样的法律是必要的，因为100%同意呢根本不可能啊。现在这样的设计是比较务实。他们也强调，政府必须确保透明和公正的程序，让居民清楚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至于有人说这会把马来人赶出市中心，甚至城市会变成另外一个国家，专家认为这都是政治化的操作，没有根据。朝野政党的博弈。政党方面，执政党内部也不是完全一致哦。共产党的一些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展延二读，要求把门槛调高，并且先推住宅租赁法案，保障住户的权利。因为很多贫困的居民啊，其实只是住户，没有投票权。至于反对党国盟和伊斯兰党呢，立场就更加激烈啊，认为这个法案违宪越权，会牺牲马来社群的利益，要求全面撤回。从我的角度来看，这部法案虽然披着发展的外衣，但大家一定要问一句哦，到底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呢？是居民吗？还是建筑公司、政客，甚至背后的财团？如果今天都市更新计划最后只是让更多的高楼大厦涌现，而房价飙升，普通人呢却买不起，那不是更新哦，而是掠夺。这种情况在苏丹街、Happy Garden、Taman Desa， 甚至Petaling Jaya呢就已经有苗头了。当初呢说是公共利益，最后却变成某些开发商的私人利益。我的立场。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今天西蒙不是执政党啊，而是回到在野党的位置，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这一部都市更新法案，因为他们一向最擅长打的旗号就是人民产权要被侵害了，政府要给财团送大礼，制度黑箱不透明。过去在野的时候，他们也多次针对类似的土地征用、开发计划而大声疾呼，说政府是在牺牲人民、偏袒财团。那么，请问今天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只是因为权力在自己手上，立场就可以180度转变吗？这样的政治操作本身就是对人民的不诚实。法律不是为了哪一个政党量身打造，它一旦通过呢，就会是一个结构性的武器，谁在台上都能够利用它。今天西蒙推动，明天换了执政党，依旧可以用同样的法案来强征你的家园。权力是会轮替的，但受苦的呢，永远是人民。我知道有人会说，城市确实需要更新，基建老旧，交通拥挤，社区环境不佳。但是我们要问，难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掉社区，强迫居民迁移吗？为什么不可以用更小规模、逐渐式的改善，比如逐栋的维修啊，提升公共设施啊，而不是一刀切？很多时候啊，政府选择大规模推倒重建，是因为里面有钱的元素，建筑合约、土地买卖、利益输送，这才是都市更新的真正动机。举个例子啊，就在我撰写这篇稿的同时呢，我看到新闻画面，行动党动员了100多名老人家，在烈日下高举大字报，到国会去声援尼可敏。这些老人家提出的诉求完全不难理解，他们说大楼年久失修，墙壁涉水，电梯经常故障，安全隐忧重重。这些问题呢，的确是最真实、最贴身的民生困境。但是我要问一句，难道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一部拥有强征居民产权，甚至可以让整个社区被拆掉的都市更新法案吗？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国会议员拨款，地方政府拨款，部长动用特别的基金，或者透过房屋与地方政府部的维修计划来处理。马来西亚本来就有中低成本公寓维修基金哦，也有各级政府的社区提升拨款。你要换电梯，要修补水管，要补墙壁，这些呢都属于基本的公共治理。问题不在于居民没有办法维修啊，而是在于政府长期的不重视、不拨款。结果呢，现在却要用一部都市更新法案，把小修小补的问题硬生生包装成必须大拆大迁，让财团经常瓜分土地，顺便牵连到居民的产权安全。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偷换概念，把基建维修和都市更新混为一谈。老人家在太阳底下喊的那些问题，本来就是可以通过议员责任和公共资金来处理的，现在却被政客和财团利用，
变成推动这一部法案的民意基础，这样的操作才是真正的不公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部法案在字面上看似民主啊，会谈到居民同意啊、公开听证啊、补偿方案啊，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呢，就是因为复杂和难，才能保障人民的最大权益。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少计划都是一开始呢是画大饼哦，最后落实呢却完全走样，人民只是在会议上举个手，过程里呢被敷衍安抚，最后只能接受既定的结果。我的看法是，我反而认为现有的苛刻条件才是对公民最大的好处，因为它困难、它复杂、它几乎难以推动，所以一旦真的要执行，就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程序，必须取得非常广泛的共识，这样的制度设计才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不是让政府说搬就搬，而是设下高门槛来保障人民。别忘了，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对公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权力如果可以被滥用，那么它就一定会被滥用。如果这个法案把门槛降得很低的话，让都市更新变得轻而易举，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民随时可以被牺牲，而财团跟政客呢却会笑到最后。苛刻的条件正是我们抵抗这一种一纸命令就能够夺走你家园的最后保障。这就是我的立场啊！从以前守护苏大街，到声援达曼迪沙居民，到今天站出来反对这一部都市更新法案，我始终坚持一件事啊：我们要的发展不可以建立在牺牲人民的基础上。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用发展名义来合理化夺走人民的居住权，我们就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站出来，因为没有谁能够保证下一个被牺牲的会不会是你和我的社区。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你住的社区要是被列入都市更新区，你会赞成还是反对呢？你认为75%的同意门槛够不够，还是应该100%才公平？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我们交流，也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我是李伟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